优秀的人作弊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我们上一次经历过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一帮优秀的人在华尔街作弊，最终导致我们所有人工资降这么多。好，第二，谢谢。作为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的主持人，我们要拿出一个严肃的人生课题来给各位热一下身啊！太期待了。这个问题是：当你的人生当中遇到了粑粑味儿的巧克力和巧克力味儿的粑粑的时候，你必须吃一块儿，你要吃什么？粑粑就是我们屎。一定要选的话，当然是选粑粑味儿的巧克力。理由是因为巧克力它就是巧克力，它跟粑粑没关系，它可能只是用一些化学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精浓缩精去增加它的粑粑味，但是后面它讲它是巧克力，哎，他特别理性，是吧？他还是真是决定吃巧克力而不吃粑粑的那种人。谁决定吃粑粑？好，你决定吃巧克力，对，我们很为你欣慰。那康永哥呢？我肯定是吃巧克力味的粑粑。哦，我不但要吃巧克力味的粑粑，我还用开水一直冲到它没有巧克力味为止。纯粑粑都已经奋勇要吃粑粑了，还拿巧克力味来遮掩。对，人生有几次机会可以吃到真正的粑粑，对吧？大家请客，好不好？我们成全他。康永哥，你要是下了决心的话，我们真的节目组是还是可以负担得起每天让你吃的。马老师，我跟你说，就是吃素呢，就不要故意把豆腐做成牛排的样子。吃粑粑就不要迷惑巧克力的味道，这就是那些素菜馆的矫情之处，是吧？小松，由于你嘴巴张那么大干什么？由于桃子姐来了以后，我坚定的坚信桃子姐一定会赢康永哥，所以不论是粑粑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味的粑粑，我支持桃子姐。他决定吃巧克力，你在把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吗？因为结婚的女人最知道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以及粑粑是什么味道。华西，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严肃？像你这样的90后，面对这个问题，你选择吃什么？我会有一个简单的类比啦，巧克力味的粑粑就像是渣男，虽然渣但长得帅，爽就可以了。就是自己吃都吃了，骗骗自己的味觉就可以了，消化系统还是一样的。他刚刚是吃吗？我也是觉得他好像这一段剪掉，没有了。OK。好，我的点已经讲完了，我可以离开，并没有。你喜欢粑粑味的渣男？没有啦，我的意思是，巧克力味的粑粑就是渣男，虽然渣但长得帅，帅是巧克力，但渣就是粑粑，懂了吗？好难解释哦，果然有跨有鸿沟。听起来是一个很放荡的人。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不要再说这些。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个话题，请看小片。我叫小美，是一名大学生。我刚刚举报了阿邦期末考试作弊，结果他被开除了。我真的搞不懂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做错了吗？明明是他考试作弊，我检举他怎么了？我只不过本着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原则，才会向老师举报他。他今天能作弊，明天他就能犯法。我能看着他这样自甘堕落下去吗 ？No， 我做不到。你说什么？这关我毛事啊？是老师要开除他，跟我有毛干系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看我？你们给我评评理。虽然他被开除了，可是我举报考试作弊，我有错吗？观众举报同学作弊导致被开除，你错了吗？错了，确实错了，肯定做过弊啊！谁一辈子没撒过谎？谁说一辈子没尿过炕？是吧？是吧？在床上尿尿。你知道吧？我是觉得，因为他们对面3个人风格都非常迥异，其实我们风格还蛮一致。这个题目之所以会被讨论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有人。是因为节目组吃心眼啊？不是因为你不忍心举报我啊，你知道吧？并没有，我会很忍心的。少一个竞争对手对我来说很重要。咱们现在还是队友呢，这不要狠话行吗？这导演要换人。举报同学作弊导致对方被开除，我错了吗？答案正方选择的是错了，反方选择的是没错。好，那我们请这个双方团长以及桃子姐来选择自己的立场。小松兄，
你举报同学作弊导致他被开除，你错了吗？按照儒家的观点是不能揭发同学或者朋友。道家的观点就是根本就不要考试，更不要说揭发谁了。我当然所以永远只是儒家的观点，不能揭发。OK， 好，收到。蔡团长，我每次就是被他挤到另外一边。我知道他混在那边是吗？对。好，我觉得呢，刚才这个影片中的人呢，虽然讲得很有道理，可是长得非常讨厌。可是他讲的道理毕竟还是道理，所以我愿意为他们试试看，就是跟我的战友们站在一起，我们为这件事情奋斗起来。哎，蔡团长，你这话说的好像自己很委屈似的。今天穿的衣服实在是太小了，就是我说话的时候。有一种被约束的感觉是吗？所以我决定请桃子姐代表我脱掉外套，脱掉。如果我们赢了，我2件都脱掉。好，哎，这道题我现在宣布你们赢了。好，下一道题。我是想说。请桃子姐今天代表我，支持我们这一队，可以吗？因为桃子姐绝对不是那种揭发同学的人，对吗？倒是没有过，好，桃子姐没有过，桃子姐代表我。所以你认为揭发同学的人错了，可以吗？好 ，OK。我们现场100位高智商、高情商的观众，请你们按红蓝键来选择。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1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心意，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请按键开始。3、2、1，停。我们来看一下啊，基本上算蛮平均的啊。那我们就从正方开始，来，于晶，你请。小美刚才问我们她有没有做错，我觉得我做错了。你们想一下啊，什么样的人会去作弊？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作弊？一定会想是坏学生，一定会作弊。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什么叫真正的坏学生。我对作弊这一方面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的，做过各式各样的弊，是因为我觉得成绩很重要，分数很重要。实际上也不是我觉得，是我妈觉得我的分数很重要，所以在不想读书的情况之下，又想讨好我妈的情况之下，这样我一定会很在意这个考试。但是真正的坏学生，他会作弊吗？他连考场都不想去。我有个特别潇洒的表弟，他很喜欢玩转笔。很明显不是我，是我表弟啊。他考试的时候什么都不带，连书包也不带，他带着笔去。我想说啊，想去写字，不是。他说在考场的时候是最多时间可以转笔。他会不会作弊？会不会浪费时间去讨论该不准备小抄啊？描不描啊？什么位置是最好的啊？怎么看？不会。他只带他那最好看的笔去转，转个2个小时，转完了就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坏学生嘛，管你考试分数0分又怎么样？我做了，我拿到10分，有特别潇洒吗？没有，但还是0分，还是不及格。只有那是道家的，对坏学生来讲，庄子的道家。毫无疑问，继续。对坏学生来讲，就不需要作弊了。作弊那些往往都是那种很在意分数，还有另一种就是可以插话了。坏学生没有妈妈，你不考虑别人妈吗？坏学生的妈就管不了他，坏学生的妈也会伤心啊。听妈妈的话的坏学生有看过吗？我见过唯一一个听妈妈话的坏学生，就是美邦的代言人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对啊。接下来的话我来说好吧。刚才他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论据，但是我以一个事实来说话。那曾经我有个同学，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工作很好。可是，在当年初3的时候，我和他同桌。你知道他在学校里边成绩已经达到什么呢？初3的化学课考了99分，可是他回家去的下午，他带着一个面纱来了。我还说，哎，你干嘛？拜托你学傻利娃吗？傻你我，傻你我。
他一直在遮住不动，然后我就去掀开，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他的脸上全都是用指甲壳掐的一个一个的血印。谁掐的？后来我问他，对，这重点。然后我说你干嘛？他说因为他妈掐的。我说你妈为什么掐你？因为他妈妈是一个老师，在他妈妈的眼里，如果他那一科不考100分的话，他对他来说就是错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同学他已经很优秀了，他如果作弊了，就为了这1分，你说我应该举报他吗？我觉得你不用举报他，作弊有理。好，包江浩可以提问。你看啊，说到这边，大家其实听起来有很熟悉的话，叫我抽烟喝酒劈腿，但我是个好男人。我作弊打小抄，整天翻墙逃，但我是个好学生。听到没有？这就是对方的观点，那不是很荒谬吗？我来说一下啊，我是一个举报同学作弊的受害者，我曾经因为举报别人，我被人揍过。看起来就像太不是东西了，这不利于世界和平，就因为作弊。美国能放过我们吗？我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讨厌和问题就是因为作弊。好，吴静。2个故事的结局很简单，不要因为看到有人作弊你就说他一定错，要先看看这个人作弊的原因是什么。你看，如果他原因是这么可怜的话，你忍心去开除他吗？所以不要盲目的认为人家做错你就要报。好，你请坐。反方开始。我觉得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小偷被抓之后家破人亡，我是不是就要眼睁睁看这件事情过去？他很值得同情，但他做这个事情很可恶。我们重复一下题目啊，题目是我举报同学作弊，他被开除了，我错了吗？对呀，而不是作弊对还是不对？你们故事会看的还蛮多的。作弊是继承对，我今天来，你举报了他被开除了。如果他只是记过都没关系。所以你的对错是对应着被开除这个结果，他的人生被毁了。对，好吗？我们来呀，好吗？来继续。好，就是刚才说呀。就是我们在考虑他作弊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坏的，没错。强奸犯强奸之前也有很多理由，也许是我很久没有性生活了，所以我需要一个女人。好，这个时候很多理由是找不完的。刚才有故事，那么好，故事也来了。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重视纪律的学校，来自政法大学。我有一个同门的直系师兄。他在大4期末考试的时候举报他的好哥们儿，是在辅修的计算机考试上举报他的好朋友，他俩之间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没有选举，没有保研，没有任何竞争关系，但是也没有其他没有任何爱情的竞争关系，不知道而已吧。他就是因为看见他作弊，他举报了 ，OK， 举报开除，连劝都没有劝，直接给我开了 ，OK。然后那个师兄真的在学校被骂成狗，走路都是低着头，我就很不理解，我问他。你明知道这样，你俩还是好哥们，你何必呢？给人留条活路喽！我也很懂你的思想，给人留条活路喽。那么 OK， 活路留在哪儿？我说没必要。他是说呵呵，我就。后来呢，他进入了他们当地的法院机关。这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我很庆幸我们的法律系统有这样一个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的人。想象一下，学医的人，你的朋友作弊了。以后你在手术台上很有可能把你的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连到一起。等一下，我吃饭吃出高潮来了也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等一下。所以你们又先跟我说，OK， 还没有到你们。所以那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巧克力味的粑粑，因为它连错了东西。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去做。因为我重人情，我重感情，我心软。可是你自己怂，你做不到，你还骂做到的人，你错了，你不该这样，天理何在呀，我的朋友们。好，华西请坐。谢谢。包江浩。那其实，刚刚他们一直说了什么？给我们感觉是被开除那个人，他好像是受害人。但我告诉你的是，作弊这件事情真正的受害人到底是谁？我是一个留学生，我说一个我的故事。我们留学生在外面留学，我们的学费是很高昂的。你知道，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靠的是用奖学金才能维持他们每一年交他们自己的学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通过作弊把他的排名提前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那就说明有一个老老实实学习的人，他就拿不到奖学金了。这个等于什么情况？等于你抢我的钱，你要我的命。今天同样的情况，你把他开走了，
如果今天我们不抓这个作弊的人，我的朋友他交不起学费，他也得走哎。所以说你们以为只是带走一个人吗？其实你把另外一个人也送走了。我允许来江涛问一下吧。好，你请问。大家好，我是高考的受害者，我来自山东，我们的高考分数太高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尽管作弊，考清华比其他省也要难考，所以呢，我们就算这样，我们你坐下。我们怎么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啊？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我很感动啊。江涛，我怀疑以你的水平，就算作弊也考不了高分。什么情况？好，现在2排酱油同志们可以发言，简短啊。潇潇，我要告诉刚才不管是这位还是这位，他们两个讲的都是大学或者留学生，这是很特殊的，因为你们存在一个竞争关系、利益关系。那为什么我要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呢？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思想觉悟出现过一些问题。对，那会儿是你不要闹，我们是一边的。然后那会儿我刚好是在上高中，对。然后当时我作弊真的不是为了名次考得多好，我是懒，你知道吗？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历史啊，什么政治，一大篇，谁想去背嘛？我真的是不想动脑子。然后我有一次作弊就得天独厚，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然后尺度没有把握好，我一下子就从我们年级的200多名跳到前20名了。然后对，然后当时对就是没有把握好，其实那个分数拿到我自己也比较尴尬，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同学，他举报我作弊，我觉得他也挺逗的，都没有证据，他举报我作弊。后来老师觉得这个成绩实在看不过去，就找我谈话，但是因为没有当场捉到我，就给了我一个警告的处分，然后写了一篇检讨。然后这个同学就被所有的人排挤，然后包括后来上高中，他身边的基本上都没有朋友。然后过了很久，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很后悔当时举报我作弊，他不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是因为他觉得关你屁事！是因为他觉得他举报了我，反而是导致他自己的不幸。我还没有被开除呢，他都被排挤成这样了，你至于吗？好，你请坐。他的发言导致了发票的成长。艾丽。OK 我就说2点。第一个，对方说是只有优秀学生为了拿高分会去作弊。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那么想获得高分，为什么不努力去学习复习，而一上来就要去做一些作弊的事儿呢？优秀的人作弊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我们上一次经历过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一帮优秀的人在华尔街作弊，最终导致我们所有人工资降这么多。好。第二，谢谢。你发言以后，我们赢得更多。不能讲没有，我跟曹马上就会回来，马上就会回来。我知道大家都是高智商理智的人，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呢，我自己是一个老师，我是国内某著名培训机构老师，跟蓝色有关，学挖掘机没有学做饭的，没有学英语的那个真相只有一个，不是。真実はいつも一つ。还要翻车呢？你忙不忙啊你？我确实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的学生呀，他跟我讲，他在初3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作弊被举报，然后呢被开除了，初中被开除，他当时特别气，然后把那个举报他的人的话狠狠地揍了一顿。但是这件事儿，他虽然被开除了，我并不认为开除是人生当中最悲惨一件事情，这说不定是一件好事儿。而正是因为这件开除呢，他变得慢慢的能学会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开除绝对不是说一个悲惨的事情，包括是高晓松老师对吧？也有印象，有很多牛叉的人的话都是被开除牛的。高晓松老师不是被开除，我知道是自己退，都是历史。又到你了。好，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因为做了件正义的事而受到身边的人鄙视，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他身边人的问题。Alright, that's it。谢谢。好，艾丽好像为反方做了点贡献，现在是69比31。好，把你们的手都放下，我们要请双方团长就此事来发表感想。我发现其实你们都没有做过弊，我做过弊。
作弊有多难，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的时候是我们刚好就是2个桌子连在一起，那我们4个人就讲好了，比如说后面的可以看这个写了我看，然后你们这是团伙作案。对，结果呢，比如说一个人就先写了一个答案，之后另外一个人抄了，到第3个就说不对吧，怎么是这一题？于是4个人就争执了起来，结果4个都考得很差。于是第2次我就决定我不要跟大家合作，我要自己独立来作弊。但是你要想呢，我们用过各种方法啊，一种就是就是用刀刻在那个笔杆上，那你可以这样透光这样看嘛。就这样。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出的是哪几题？你刻的公式一定用得到吗？你没学过微雕吗？对，我微雕。谁学过这个？但是就变成你在作弊的时候，你一直在赏笔。这太明显了，然后你一边赏笔，你一边内心会非常的焦灼，因为我为什么不用这个时间来看题目？我为什么在这边赏笔，然后赏老半天，好像没抄到？哎呀，算了。所以我2次作弊都没有成功之后，我知道作弊多么的让人纠结，而且绝对不可能成功，因为你要抄多少书在那个纸条上，不可能。所以我就回头了。为什么说这个人不该揭发呢？我们的教育里面，老师告诉我们非黑即白，错。我们的人生事实上有很多灰色的地带的。对，你其实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但是在这个人身上有多少关口是模糊地带？你要不要放这个人一马？他要不要说，哎呀，你认识谁？那我带你进演唱会好了，这算不算作弊？这也算啊。为什么人家就要排队去买5月天的票？为什么你认识蔡康永就可以进后台？我当然可以这也算啊。对，5月天的后台我还进不去啊。是不是？所以我又不是靠作弊。我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有很多的模糊地带，你要是真都这样讲道理的话，那没办法过下去了。所以其实他不该揭发的原因是说，真的毁了这个人的一生。你可以教训这个人，但我们用别的方法，比如说私底下他出来说，同学，我看到你作弊了，那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会被杀人灭口。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道理是对的，但是手法是不是有转圜的一个余地？陶晶莹同学为正方获得从33票掰到63票。好，看看康永哥能不能掰回15票。陶晶莹做错了一个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影片中女主角说了，她告发给学校是学校让她开除的。这个告发的人认为告发这个行为是对的，只不过做判断的应该是学校当局。那么这个告发的人，他要不要告发呢？我方觉得要告发，是因为我一直记得《哈利波特》的第1集，我们这么喜欢这个故事，我们认为邓布利多校长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你记得哈利波特跟他的好朋友们要离开宿舍出去冒险的时候，他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龙巴顿同学站起来，那个小胖子啊，他后来长成了一个大帅哥，可是在第1集他是个小胖子，他站起来对抗这3个同学说，我没有办法再容忍你们这样子跑出宿舍去了，你们再跑出去宿舍就是违反了校规，会害我们的学院再被扣分，所以我必须要阻止你们。当时哈利波特身边的这个女性的死党拿出了魔法棒，说变成石头，然后这个龙巴顿同学就倒下去变成一块石头，无法阻挡他的3个好朋友离开宿舍。这个故事后来被邓布利多校长知道了，所以在学期结尾的时候，邓布利多校长特别赏了一大笔分数给这个阻止哈利波特以及他的死党的同学。邓布利多校长所用的词说，当我们要奋勇对抗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勇敢，可是同样勇敢的事情是我们站起来在我们的朋友犯错的时候对抗我们的朋友。所以当时他说这句话之后，全校同学得到了莫大的启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送给你们的讯息，就是拜托你们在对与错的中间选择对的那一边，不要用灰色来模糊所有的标准。对，总有是非黑白。我作为变成石头，我作为桃子的副团长反驳一下康永哥的。康哥论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最后做 judge 这一方到底是 nice 的 judge 还是坏的，我们才决定揭不揭发，对吗？请说汉语啊，就是说我们最后要决定说这个校方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才决定揭不揭发，对吗？你必须信赖对方的判断。但是以我们所有的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个当局就是那个强硬的那个强，
它是好的几率大还是坏的几率大？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一题。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回答，就是你我都热爱的一个作家叫村上春树，当他在领到一个伟大的文学奖了，他说过一句话：在鸡蛋和墙之间，永远支持鸡蛋。我可以回答吗？你可以回答。好。鸡蛋跟墙中间，我们之所以选择鸡蛋，是因为鸡蛋一旦遇上了墙，鸡蛋一定会碎掉，而墙不会受损。对。我们现在这一方呢，之所以支持作弊的人应该要被告发，是因为这个作弊的人损及了所有的鸡蛋。所以，当你放弃关照剩下的千千万万的鸡蛋，而只照顾那一颗去撞墙的鸡蛋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在闪躲你的责任。所以我这方勇敢的扛起的责任是要维护剩下所有鸡蛋的权利。但我们这方只做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说，当我的人生到这个关键点的时候，我是选择雪中送炭，还是选择？你没有雪中送炭，他们是作弊的人啊。但我可以保护他。你是助纣为虐吧？我可以保护他，因为一个作弊的人，并不导致他是一个多么坏的人。你知道，当被大学开除或者退学的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人，我可以接受保护他。可是这些人只是为了分数，在违背自己的良知。哎，但是那个分数是……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东方教育跟西方教育最不一样的地方，东方是锱铢必较，1分好像你就马上进天堂或下地狱。但是西方教育，它不是说不在乎作弊这件事，而是说你作弊，你拿高分，但你真的懂了吗？损失的是你自己。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进行到这一趴，这个节目过于严肃了。我们好不容易打到严肃阶段，把我们拉回来。现在是36比64，目前反方略有优势。我最后可以补充一下吗？双方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各补充一句吧。我想在台湾最近很流行一个叫全人教育，全部的全啊，它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教育大部分只注重分数，却忘了人格发展上的培养。那我们当然要有正义感，但是常常在人生中需要的是学习原谅。我们常看到有些人犯了错，如果有人肯再给他一个机会，他或许会变得更好，而不是一定要斩首示众，让他永不见天日，你就是被开除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蔡康永老师脸上此刻的表情特别像。巧克力味道的，也不是巧克力味道，直接就是有人往我嘴里塞粑粑的味道。所以我想，如果金融这一课他可以学到被原谅之后，他那样的一个悔改，或许才会是最发自内心，而不是你拿鞭子抽他，给他把他就是发到一个地牢里面去，让他变成一个世纪大恶魔。所以我想，其实教育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的。好吧，我其实并不是不认同你们所说的世界上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灰色地带、很多的标准。我必须要说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有考试的地方，考试就表示这个地方代表了某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里面企图要生存的人，他们要找到在这个制度里面生存的方法。你现在既要他们适应这个制度，又不准他们照着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来玩，你要他们怎么活呢？所以你有考试。然后有人作弊就举报，这是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要换一个世界，我们就换到没有考试的世界去。可是请不要混淆两个世界，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搞得无所适从。最后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的人就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标准。我们就讨论到这儿吧，现在可以开始投票。5、4、3、2、1，停。好，现在是37票对63票，我们对比一下，辩论开始之前的那个票数。反方胜。3位要从正方那个选择一位被淘汰的，然后请把他的名字写到黑板上。这个还用讨论吗？我觉得主持大人，你今天的暗示性太强了。他们的名字叫江涛、江涛和江涛。
香桃、饼干和颜如晶。各位根据你们的自由意志去写出觉得谁应该被淘汰。节目用车由高智商高情商的智自由光赞助，本套辩题由汇集高智商人才的知乎提供。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人人网关注奇葩说公共主页，参与奇葩话题，有奇葩惊喜。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请在说出答案之前告诉我们为什么是他。因为呢，我酬劳还没领，所以刚刚主持人讲了这个名字，我就投给他，我这样才能领到酬劳。这就蔡团长。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很同情一个人，就是专门替节目听写打字幕的那个美眉。她每一次碰到了叫八词的人，讲话非常紧密的，或者引经据典到夹杂着德文跟拉丁文的人，她打字幕的时候都很痛苦。所以我今天选择这个人呢，也是为了解除这个字幕美眉的痛苦。您的理由呢？我觉得本来是一个必赢的方向，结果导致输了，这个让我很痛苦。因为其实他们完全可以 focus 在一个事情上，就是说到底遵循社会的制度还是我个人的道德。如果集中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必赢的。他们完全没有在这上面做辩论，因为社会虽然规定了很多规则，我有我个人道德，我就不愿意举报我的同学，可以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做出真正的辩论，导致被康永哥以社会道德的操守赢了，所以活该淘汰你。好，来吧，三位请亮题板。哎呀！我跟你讲，你们写这个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是你的爱我完全没想，你们为什么会选他呢？香涛，这是他们的选择，我非常遗憾的通知，你也许委屈，也许不服，但是你被淘汰。当然服气了，结果，那你不服气，那你去公安局告他。你不服气，你能说，哎，马东我出来，蔡光我出来，我出来。他人肯定挺好玩的，但是他跟大家不在一根筋上。说真的，他讲的内容我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听不懂的，然后就算你听不懂他说什么，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吸睛聚焦，所以其实他是一个综艺咖。对，你看表现出来了，还发出江涛一样的笑声。对，所以你们是有个人恩怨嘛？对啊，没有啊，就江涛就自己讲他自己听得懂的话，所以很难配合。所以你觉得他和张扬有共同点吗？所以你们一开始故意让他走的，对不对？没有啊，是他自己走的。好，那这场我们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冠名我们的不走寻常路的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期奇葩说再见。